虽然疫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按照规定，入境葡萄牙要提供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结果。除此之外，还要在网上申请一个追踪二维码，就是这个。相关文件都准备好了以后，就可以准备出发啦。因为各种繁琐复杂的程序，现在出行的人明显是减少了。经过了1年多的疫情，很多店似乎都倒闭了呢。登机之前要检查我们的核酸结果，还有追踪二维码，一定要有。到里斯本啦，从机场坐地铁到市中心非常方便。我本来是想用嘴叼着地铁票的，结果发现戴着口罩叼不了啊。好了，出发啦！现在要去卡尔默修道院旁边的一个观景台。葡萄牙很吸引我的一点就是街头随处可见的阿兹勒赫瓷砖画，这是葡萄牙典型的一种艺术风格。关于这种艺术风格，我会另外做一个视频和大家探讨一下。小电车是葡萄牙的一大特色，一定要乘坐一下。里斯本的1日公交票7欧元，还挺划算的。里斯本基本上全程都是这样的陡坡，一定要穿双舒服的鞋子来。现在我经过了贝伦区的热罗尼莫斯修道院，进去里面看一看。热罗尼莫斯修道院是贝伦区一座非常华丽和宏伟的修道院，可以说是在葡萄牙最为突出的古迹了。修道院的设计是典型的 Manueline 风格，是16世纪开始出现的葡式晚期哥特风格。我也是来到了葡萄牙才开始了解到了这种风格。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葡式蛋挞是这座修道院里面的修女发明的哟。说到蛋挞，我饿了。始于1837年，这家店是葡式蛋挞的创始店。哇，口罩戴久了都有一条印了。推荐在店里吃，蛋挞都是新鲜出炉的，端上来还是热乎乎的。我已经好久没吃这种糖油混合物了。超级好吃，好吃到表情管理失控。接下来要去看看里斯本的标志性建筑物贝伦塔。实在是太晒了，我要鼓起勇气才能走出这个树荫。接下来去里贝拉大市场吃个午餐。这个市场是葡萄牙人日常采购的地方。左侧和右侧是卖菜和卖肉的，中庭是美食区。这里的菜系选择非常丰富，主要都是本地人来吃，非常有当地特色。开胃菜我买了2个生蚝，非常的新鲜清甜。我看当地人都很喜欢吃鱿鱼，所以我也点了一个鱿鱼沙拉，还有烤鱿鱼。出乎意料的是，葡萄牙菜口味都非常淡。我点的这2个鱿鱼，每一口下去都是海鲜的原味，几乎没有运用任何的香料和调料。好，现在要去一个观景台看风景。大家跟我打招呼，我当时都没发现。里斯本有很多这样的高空观景台。发现一个姐姐在画水彩，我非常想看一看她的作品。我用视频的方式把旅程记录下来，而她用的是水彩还有速写。绘本上有她在不同的国家记录下来的风景，还有人物速写。这一幅就是她刚刚正在画的。今天的旅程结束啦，明天我会继续游里斯本。说人呢，一
定要多旅行。经验之谈，夏天在葡萄牙旅行一定要带足够的水。昨天渴死我了。阳光灿烂，出发！葡萄牙人的生活节奏跟我们还真的是很不一样。你看现在都快8点了，然后街道还是空无一人的。就是他们一般都是晚上10点、9点才开始出动。就是我昨天住的那个 Airbnb 楼下的人，他们聊天聊到晚上2、3点都还不睡，把我给吵的呀。早上我吵他们，晚上他们吵我，因为我5、6点就起床了。但是早点起来可以看到很不一样的风景。就你们看我视频还有照片，背景一般都是没有人的，就是因为我真的起得很早。游玩了清晨的里斯本博物馆终于也开始营业啦。接下来我要到葡萄牙国家瓷砖博物馆参观。现在各大公共场所还是沿用着防疫措施，要保持社交距离。阿兹勒赫瓷砖艺术是葡萄牙最经典的艺术风格之一，我很久以前就已经被这种艺术风格深深吸引。此行葡萄牙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要探究阿兹勒赫瓷砖艺术的前世今生。为什么它和中国的青花瓷长得这么像呢？这种工艺的葡萄牙语是 azulejo， 这个词来源于阿拉伯语。其实阿兹勒赫这种艺术形式刚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青花瓷的风格。13至15世纪的时候，是阿拉伯国家一种效仿拜占庭风格的装饰瓷砖，主要出现的形式就是繁复而精美的4方连续设计。那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它的风格从这样，还有这样，变成了这样。那就不得不提黄金时代的荷兰了。17世纪，荷兰从远东带回了大量的中国青花瓷，这种设计在欧洲风靡一时。于是荷兰人开始做青花瓷的翻版，然后葡萄牙人把这种翻版带回国，结合自己的风格，发展出了本土特色。这个博物馆的展品非常丰富，首层还有一个超级华丽的教堂，觉得非常值得来。5欧元的票价绝对是超值。由于位置比较偏远，来的人也比较少，但是坐公交从市中心抵达还是十分方便的。刚逛完博物馆，现在坐在咖啡厅里休息一下。给大家看看我自拍的设备，其实很简陋的，唯一给自拍投资的就是这个20多块钱的一个杆子，然后之前买的那一个稳定器，设计的太差了，所以也没用，反而那个稳定器要200多块钱。这就是我为拍 vlog 的投资。有一个说法，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就说人呐，一定要多旅行。因为当你走遍了大山大川，看尽了世间美景，你就会发现，还是躺在床上玩手机最舒服。下一站卡尔默修道院。太热了，我这已经是买的第3瓶水了。再次提醒大家，在葡萄牙的夏季旅游一定要带足够的水。卡尔默修道院是座考古博物馆，据说里面有3具真实的木乃伊哦。我对考古的兴趣不大，所以看了一下下就走了。但是教堂中间的哥特式废墟非常符合我的审美点，我在这里驻足了好久呢。现在经过了一个非常有生活气息的街区，看见在这里锻炼、聊天，还有在路边吃吃喝喝的人们，觉得他们在这里似乎生活得很惬意。我也想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份惬意，所以打算选几家餐厅，打包一些食物坐在户外吃。然而转了一圈，发现坐在户外好像有点脏啊，所以决定还是回住的地方吃吧。
我还是无法像他们那么随性呢。大家都说葡萄牙的物价低，我的这些食物都是在普通的居民区购买的，应该可以很好的反映当地的物价水平。这个葡式鳕鱼8欧，配菜免费，寿司10欧，6欧。鳕鱼的分量非常多，其实正常人吃一份鳕鱼就够了。可是我不是正常人，我是大胃王。这道布拉斯鳕鱼是葡萄牙的国菜，真的出乎意料的好吃。它是用新鲜鳕鱼、洋葱和切碎的马铃薯丝用鸡蛋包着炒的，口味也是一如既往的清淡，但这更好的体现了鱼的鲜味还有质感。9点半，夜幕终于降临了，葡萄牙人们也开始出动了。现在要爬到山上的一个观景台，看一看里斯本的夜景，一路上都是这种色彩鲜艳的涂鸦。晚上的里斯本实在是太热闹了，和清晨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晚上的小公园可以看到年轻人们三三两两的围坐成群，有的开着自己的小音响坐在草坪上与朋友聊天，有的弹着吉他吹着口琴欢快歌唱。这种愉快又自如的氛围真是让人向往啊。2天的里斯本之游结束啦，接下来我要到葡萄牙的其他城市去。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和关注，这将是对我很大的鼓励。遇到了很坑爹的事情，在山路上用手动波倒车，食物中毒了，150欧的天价罚单，1天之内摔伤2次。